或许他在乎的就是如此简单。你醒了。睡迷糊了吗？现在可都快中午了。我刚刚还在考虑，要不要叫醒你一起吃午餐，你就起床了。梦话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确实是有点印象，好像是说了什么梦话。不过，具体说了什么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你呢？还记得什么吗？原来如此。其实这很正常。人在朦胧的睡梦中听到的声音，醒来时大多都记不太清。什么？梦的各种情况比较复杂，而且因人而异。有些人做过梦后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只隐约感觉自己好像做过梦。有些人则会记得一些，同时还有一部分人会记得非常清楚，甚至会梦到曾经发生过的事。不过，你刚刚为什么忽然这么问？是吗？来吧，我们先吃午餐。
所谓。生日根本不，家人。我知道，其实我已经发现了他在为我准备生日的事，内心的期待也比以往更深。毕竟，这是订婚以来我的第一个生日，各种意义都不同。但是为什么我会忽然梦到小时候在斯沃尔特过生日的事？这个情况，自从我开始系统学习心理学后，几乎不曾出现。莫弈，那一年的生日，对你来说毫无意义。那不是家人之间会度过的生日。当时他说过的那番话，也并不是什么诅咒。何况，他和他完全不同。莫弈，不要再被无谓的梦魇束缚了。
当然，律师小姐。其实少爷的每个生日都过得很特别。律师小姐想了解的情况，有大概的时间范围吗？这样想来，那个阶段的确发生过相对更特别的事。我隐约记得，少爷小时候的某次生日，与公爵的第一任夫人起过一些冲突。抱歉，我忘了您不知道公爵有2任夫人这件事了。总之那天，少爷在厨房为自己做生日蛋糕，而迟到的公爵夫人行为过激，冒犯了少爷。不过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太清楚。律师小姐还是那么敏锐。正如您所疑惑的那样，对于哈斯普兰家族的人来说，生日当天除了例行的生日宴之外，为对方或者双方一起做生日蛋糕是有特别意义的，这个意义与家人有关。抱歉，这就不是我这种身份能够谈及的话题了。或许律师小姐可以找机会询问少爷。我知道，其实我已经发现了他在为我准备生日的事，内心的期待也比以往更深。毕竟，这是订婚以来我的第一个生日，各种意义都不同。但是，东西都备齐了吗？威尔汉姆少爷，做蛋糕的器具和材料都准备好了。考虑到这是您第一次做生日蛋糕，所以材料都多准备了一份。之后的操作我自己来。听说啊，公爵夫人今天要跟威尔汉姆少爷一起做生日蛋糕呢。你才听说啊？
消息传到今天，怕不是在这里四处溜达的猫都听说了。你都不感到惊讶吗？是那位公爵夫人啊！我是觉得奇怪。对哈斯普兰家族的人来说，为对方或者双方一起做生日蛋糕是非常特殊的，代表着家人。但是，为什么公爵夫人到现在还没来呢？维尔汉姆少爷，让我们为您清理一下吧。不用，别过来，你们太吵了。清理一下，在我换衣服回来前弄好。好的，维尔汉姆少爷。快醒醒！我在。我在，我一直都在，别怕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你刚刚一直在梦里叫着我的名字。放心，我就在这里。梦里遇到什么都不用害怕，醒来就好了。你怎么了？邻居，小伙伴。
如果你只是疑惑这个问题的话，我想到了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。在一些心理学流派的说法中，梦与潜意识、欲望、心理冲突等等有密切的关联。比如，过去的一些事，在心理层面留下了或正向或负向的影响，构筑于原本的认知与累积的记忆，导致很多人会出现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有可能，孩童或少年时期，无论是思维、行动还是心理方面，都尚未成熟，会在意一些当时内心所渴望的事物。如果这部分一直缺失，则会在未来某天，某种相似的情景下，再次梦回曾经。不过，梦都是因人而异的，梦也会一定程度上反映潜意识的诉求。对于刚刚的梦，或许你有自己的理解，比如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有没有想从梦里获知的事，将梦里的诉求说出来，这样也会让你的心里好受些，觉也能睡得安稳。原来如此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刚刚想到一个方法，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你心中想获知的事情。关于梦和心理层面的情况，看似比较复杂，说法不一，解决方式也不同。不过，越是复杂，处理的形式越是可以简单化。比如，我们可以采取更为直观的体验，再现当时的情景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我们再继续聊下去，可就要天亮了。先睡吧。明天，我们来共同解决这件事。还是说，你仍然睡不着？差不多。如果你再睡不着，或许我可以帮你尝试一下其他方法。除了比较累，需要一点时间之外，可以很快帮你入睡，一觉到天明。你觉得如何？有时候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
休息差不多了，我们来进行昨晚说的事情吧。我们来准备一些做蛋糕的基础材料和器具吧。既然你想知道，像他这种情况的人，当时真正需要、真正在乎的是怎样的生日，那么，不如我们就来模拟一下你记忆中的情景，模拟一场更为直观的体验。那么，你算是本色出演。至于你说的那位邻居小伙伴，为了方便有效，就由我来扮演好了。现在，你的小伙伴他要过生日了。不对，应该说，此时此刻，已经是我在过生日的那一天了。器具准备好了，那么当时，那位小伙伴在家中遭遇了一些事，随后怀着复杂的心情来找你，然后他让你陪他一起做生日蛋糕。你知道，在我的家中一起做生日蛋糕，或者为对方做生日蛋糕，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家人，意味着从此以后真心以待，亲密无间，永远不会背道而驰的家人。然而，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中，常人司空见惯的，就是他们永远遥不可及的。我刚刚的反应，是不是很像那位邻居小伙伴？是不是有点吓到你了？不要担心，我只是以你说的那句家里遇到的事为灵感，略微揣摩那个小伙伴有可能的反应，并即兴模拟了一番。
看你一脸认真，是在想什么？若说通过我们这一番情景模拟的情况来看，或许他在乎的就是如此简单。比如像你想到的，有家人，有蛋糕，有祝福，真心相待度过一个简单又普通的生日，而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，是一种遗憾。我想，那位小伙伴如果知道你通过情景模拟得到这个答案，一定非常非常开心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？神神秘秘的，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？这是好，那接下来我就交给你了。好啊，只要是你的安排，我都很想尝试。听上去是一种普通而又温馨的寓意。一点也不勉强。虽然这种体验很陌生，但它的寓意我很喜欢。尤其，它是你为我制作的。看起来会奇怪吗？好。许什么愿望都可以吗？
以家人之名。谢谢你，今天的生日，所有的一切都让我很意外，很开心。嘘，你无需解释。你想说的话我知道，有些事我多少也猜到了，相信你也是一样。而我们之间不需要解释太多，介意太多。我懂你，就像你也同样懂我。不过，说起来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一直想问我？那一天，我先是去厨房等待卡特梅尔，也就是前公爵夫人，因为她曾与我约定，宴会结束后，便来陪我一起做生日蛋糕。东西都备齐了吗？早已准备妥当，威尔海姆少爷。还没来吗？算了，意料之中而已。哼。没什么，再换一身，擦干净。一切不过是变回原样罢了。抱歉 ，Wilhelm， 有点事情耽误了时间，忘了提前告诉你一声。来吧，我教你，我们一起做生日蛋糕。莱莎，
忘了你们身为仆人应该做的事了吗？还不快来整理干净！啊，这就来，公爵夫人。我们先出去聊一会儿，还是你想去哪里，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我哪里也不想去，心情很糟。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做生日蛋糕了。你累了，回去吧。1年了，没必要再演下去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彼此心知肚明的事，或许不必让我讲得这么直白。如果某天传出去一些有的没的，可能会对您未来的新生活带来不便，对吧？哼，你说的倒也没错 ，Wilhelm。我也确实没有心情，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。看来你早就知道了，我和公爵这份令人绝望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。Wilhelm， 我对你好有什么用呢？这个家族谁人不知，能改变公爵决定的人唯有你。然而我努力了1年，什么都没有用。哈，你想笑就笑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真是很抱歉呢，打破你的期待了，对吗？好笑，你们哈斯普兰家族的人真是太好笑了。你说我演戏是吗？没错，但我演那也是因为可怜你。Wilhelm Richard Albert D. Hasprem。 你在说什么？你们哈斯普兰家族号称无上尊贵的蓝血贵族，身体流淌的都是冰冷的血液吧？自从我嫁给公爵之后，这么多年，我倒是没见过公爵为你，或是陪你一起做生日蛋糕呢。你不觉得，公爵他是连演都懒得对你演吗？Wilhelm， 很显然，你在这里就是孤身一人，连生日蛋糕都没有家人愿意为你做。从此以后，真心以待、亲密无间、永远不会背道而驰的家人，你永远也得不到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诅咒 ，Wilhelm。你过去时，现在时，以后也永远是孤独一人。没有人会愿意真心成为你的家人，更不用说做这种家人间才会做的简单又幸福的事。听说苏尔特的贵族都有些神神秘秘的隐性基因，我的家族似乎诅咒尤其灵验。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不早也不晚。你看，这就是真相。
想什么这么入神？其实，就算是当时的我，也并没有特别在意那个诅咒。或许，这些年来的种种经历，似乎都在印证那个诅咒。那也没什么。不过，说起那天晚上的梦魇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一部分的原因，大概是当时的我还没有真正接触心理学系统的学习，所以潜意识中多少会有影响，导致梦魇也不奇怪。不过，最重要的原因，则是因为你。一看你的目光，就知道你会错意了。不要低估你对我的魅力。我说的因为你，不是因为那段时间你在准备生日的行动引发了梦魇，而是因为前段时间你在这里忽然想要学习做特色菜的时候，怎么忽然突发奇想要练习做特色菜了？订婚后吗？那不如说说，有什么让你觉得是订婚前后的较大转变吗？家人。我当时很开心你会这样说，自然也很在意你提到的家人这一点，因为我忽然想到我一直都没来得及告诉你的事。自从和你相遇起，你早就在无形中为我打破了那个诅咒，这就是我没来得及告诉你的事。你光顾着听我说话，奶油蹭到嘴边了都没发现。别动。总觉得你嘴边的奶油味道更香甜。果然你还是这么敏锐。其实自从订婚后，彼此的身份又多了一层特殊的含义，是爱人，更是家人。这对我来说，不仅是人生重要的转折，也是从未料想过的奇迹。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不去奢望那些渺茫的事物，比如家人。但与你相遇之后，这一切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。而梦魇浮现，也是这部分伤痛即将愈合的征兆。没错，因为那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事。
你说的没错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中午好，没打扰你午休的时间吧？没什么事，别担心。我就是忽然很想你，所以就打电话了。又被你发现了吗？看来今后如果有什么小秘密，我要千方百计藏好才行。其实，是我忽然想起一个关于当年生日的后续，之前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放心，不是关于那些不愉快的过去，而是关于生日愿望这件事。那天晚上，他们离开后，我最终还是在厨房为自己继续做生日蛋糕，并且许下了愿望。蛋糕虽然丑，但好在成功了，而生日愿望也已经成真了一个。你猜猜看会是什么？猜不到？想听我亲口说吗？其实说起来有点难以启齿。如果生日愿望真的那么灵验，那就让未来的我与真正意义上的家人过一次平凡普通的温馨生日。这就是当时的我许下的其中一个愿望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未将这件事当真。没错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如今的幸福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结果，而不是某种神迹的降临。毕竟，愿望的实现，无论是潜意识还是其他影响，都与实际行动紧密相关。不过没想到，多年以后，我能遇到你，而你的行动又刚好弥补了我曾经的遗憾，让愿望成真了。一切都是那样恰到好处，也无与伦比。所以，我忍不住想要把这份心情和原委尽快告诉你。看你开心成这样，我已经不用问什么了。对了，今晚你方便吗？我发现一家口碑不错的餐厅，一起去尝尝。好，那到时候我过去接你。现在还有一些时间，去小憩一会儿吧。午安。